我们这一期啊，给大家解读一下《西游记》妖怪里头的一个谜，那就是谁的能耐最大？这个《西游记》里的妖怪呢，各色各样的都有，有的挺张狂啊，有的挺低调，有的很嚣张。那么说，有些个嚣张的妖怪呢，它是有来历的。你看这个白骨精啊，什么这个是什么这狼精啊，什么这个蝎子精啊，这都没来历。真有来历的呢，是往往从仙界、佛界下来的，要不然就是谁的菩萨呀、神仙的坐骑，要不然就是身边的什么童子。也就是说，这就算很有来头的。可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这里边最厉害的妖怪，不光能耐大，孙悟空斗不过他，他甚至一张嘴就敢说：“猴头，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舅舅。”他居然是佛祖的舅舅，是佛祖的大辈儿。那么这个妖怪是谁呢？就是狱祖狮驼岭里边的排行老3的金翅大鹏鸟。他堪称《西游记》中最厉害的妖怪，他和如来佛祖沾亲戚。关于他的传说众说纷纭，从《封神演义》中的羽翼仙，到《说岳全传》中的化身岳飞，再到《说唐演义全传》中的李元霸，金翅大鹏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世传说？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金翅大鹏鸟之谜。说这金翅大鹏鸟什么形象？这其实外在就是一个大雕，《射雕英雄传》咱们看着吗？《神雕侠侣》看着吗？就是那雕，个头特别大，一身翅膀多老长。咱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当年拍的时候，限于各种条件，87版的就没拍这个。后来拍续集的时候，这集叫《狱祖狮驼岭》，狮驼岭3怪，有个狮子，有个象，有个大鹏鸟。那大鹏鸟就俩，但是那个造型，哎呀，太差了。你们看过都知道，就贴一脸黑的羽毛，露个鹰钩鼻子就完事了。那造型还不如《神雕侠侣》，我记得95版古天乐那版的《神雕侠侣》还不如那里边那雕好看，弄得很差。但是真实这个《西游记》里头，这个大鹏鸟能耐相当大，了不起。说他为什么是如来佛的舅舅？咱们看《西游记》里面是这么写的，说他开始啊，他是把狮驼国一个城池里所有人都让他吃了。吃了之后呢，他在这就听说唐僧要从这过，他也要吃唐僧肉。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啊。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公主啊，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但他也听说这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怕斗不过孙悟空。其实大鹏鸟能耐比孙悟空大，但是一想有孙悟空保着唐僧，我这力量别再斗不过他，就这么的跑到了狮驼洞里，找到青狮白象。这俩人，一个人是文殊菩萨坐骑，一个是普贤菩萨坐骑，也是从佛界跑过来的。咱哥仨拜把子，结成一个吃唐僧肉联盟。好个妖精！那么孙悟空能不能弄过他？弄不过他。这个妖怪厉害在哪儿呢？孙悟空这个筋斗云一翻跟头10万8千里，这个妖怪一扇翅膀，大鹏鸟5万4千里，就是你费挺大劲，啪翻个跟头，人家那边忽闪忽闪2下翅膀追上了。那么说这个妖怪什么来历，敢称如来佛祖的舅舅呢？这是有记载的。怎么个记载呢？这个盘古开天辟地啊，除了有人，还有飞禽走兽。飞禽里头以凤凰为尊，走兽里头以麒麟为尊。这个凤凰呢，生下了2个后代，一个是孔雀，一个是大鹏鸟。有人说凤凰不生凤凰，怎么生孔雀大鹏鸟呢？咱们这个传说当中龙生9子各不相同。托石碑呢叫碧玺，有人说王八托石碑像王八，可不是王八，叫碧玺，那就龙生9子里的一个。跟龙长得一点都不一样。这个孔雀大鹏鸟生下他们俩，这个孔雀呀，
好吃好喝。孔雀好吃人，等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他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既然这样，就封他为孔雀大明王菩萨，也称佛母，佛祖的母亲。那称他为佛母了，这好办了，大鹏鸟是他弟弟呀，那佛祖就得管大鹏鸟叫舅舅了。所以这如来佛祖呢，收服金翅大鹏鸟的时候，动用了多少人呢？十方力士、五界帝五尾罗汉、文殊普贤俩菩萨，还请来了自己两个最大的帮手，过去佛燃灯古佛，未来佛弥勒佛。你说就这么抓这么一个妖怪，动了3个佛祖级的人物，你说这妖怪能耐有多大？那么怎么抓的呢？这个到了这儿来，如来佛和孙悟空说了，泼猴，你得这么办，你下去挑战去，可有一样啊，只许败不许胜，把他给我引出来。这话什么意思呢？先给孙悟空面子，你只许败不许胜，其实孙悟空就赢不了，搁什么胜？打不过人家，给你个面子，不，你故意败啊。再一个把他骗出来，让我收拾他。妖猴哪里逃？哪里走？看我铁法！哪里逃？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孽畜哪里走？半道上文殊菩萨出来，普贤菩萨出来了，就把青石白象自个儿坐骑嘛给收走了。剩下大鹏鸟，佛祖是怎么收他的呢？拿出一个金钵盂照，哗，这光过去了，回来吧，回来吧。这大鹏鸟一进这光里，落到佛祖肩膀头上，来把他收走了。就如来佛也得费这么大功夫把他收走。回来吧，回来吧。那么在传说当中呢，收这大鹏鸟更费劲，怎么收的呢？佛祖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一滩肉，这大鹏鸟吃肉啊，一远一看好，一伸爪一抓着肉，这爪可就拔不出来了，把它收了。为什么这么收呢？就你是我舅舅，我用我头收你，你不还在我脑袋顶上吗？你也没差辈儿。那么这个金翅大鹏鸟它不光是《西游记》里出来的，好多这民间传说里头都有它。其中流传最广的，这金翅大鹏鸟转世投胎是谁呢？岳飞岳鹏举。咱们都知道《岳飞传》里头说那岳飞，传说就是金翅大鹏鸟转世。说怎么个转世法呢？这事儿的直接推动者是济公。说你这说都说乱了，这还有济公的事儿。济公是谁呢？济公转世投胎叫李修缘，后来不是在净寺和灵隐寺吗？火烧大飞楼跟监寺广亮弄的。咱们有朋友爱听济公传济公前世是佛祖座下的降龙罗汉，罗汉爷里第一名。说这济公转世投胎下界呢，干了很多好事儿。最后佛祖招他回来，说为什么？西天大雷音寺佛祖要开坛讲经，搁现在说就是高级培训班，你都得花钱才能上。一听讲经，罗汉爷得回来，就赶紧往这西天雷音寺赶。半道出了点事儿，又收服个妖怪叫金毛猴，把这个事儿干完了，再赶回雷音寺，佛祖已经开始了，说白了就迟到了。四下一撒哟，这个雷音寺大殿上头有个横梁，哥，我蹲这上头听吧。济公嚓一步上去了，可是上去他没看着，
这个横梁上蹲了一只鸽子，因为刘神一脚踹到鸽子身上了，这鸽哪经住罗汉爷这一脚，啪，鸽子就掉下去了。这掉下去，这鸽子也受了惊吓了，往下一掉，翅膀一震起来，咕咕叫两声。你这么一下子，这属于扰乱课堂秩序。当时金翅大鹏鸟正蹲到佛祖肩膀头护法嘛，说白了也维持课堂秩序的，等于现在的保安。一看怎么回事，飞下来了，一看一个鸽子叫，这搅乱，一伸爪，哪想到金翅大鹏鸟法力高，力气大呀，一下把这鸽子给抓死了。佛祖一看，面露不悦之色呀，上天有好生之德呀，你哪能这么干呢？我也知道你忠心护主啊。行了，你犯这过错，我不能留你了，你呀，转世投胎吧。转世投胎为什么呢？就是投胎到河南汤阴县岳飞岳鹏举出生的地方，他就是岳飞。掐死那鸽子也转世投胎了，是谁呢？秦桧他老婆王氏。咱们听说秦桧害岳飞，他老婆出很多坏主意，不是真坏，那是一命还一命。你前世把我弄死了，我这辈儿把你弄死。那么这个转世投胎中间还有个插曲，到南天门转世投胎下界，大鹏鸟心里头也怨得很，说我这个维持秩序啊，把我这贬下界。哎，正琢磨要投胎前呢，对面雄赳赳气昂昂走了一位赤须龙，这是天上的一个神仙。说你干嘛呀？我投胎呀。你犯什么错了？哎，我失手打碎琉璃盏，就是把玉帝旁边一盏灯给打碎了。玉帝把他贬下界，俩人念，你说咱们忠心耿耿，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还有疲劳呢啊！就把咱们这么点过错就给贬下来，俩人也是有怨气儿，但是马上就投胎了，下辈子见吧，下辈子见吧，咚下去。那么大鹏鸟投胎是岳飞岳鹏举，这个赤须龙投胎是谁呢？就是三川六国九沟18寨138邦大金国狼主的四殿下金兀术。咱后来知道金兀术跟岳飞处处作对，始终岳飞克着金兀术。说为什么把他给贬下界呢？这里头还有北宋年间呢，这宋徽宗我们知道徽钦二帝被金兀术掳走到五国城坐井观天。后来岳飞一个目的就是直捣黄龙与驻军痛饮尔，要把徽钦二帝救回来。这个罪过是怎么报应的呢？宋徽宗当时啊祭天，祭谁呢？祭玉皇大帝，在泰山封禅。然后写字呢，宋徽宗我们知道毛笔字写的相当好，一个瘦金书，一个丹青凋零。现在咱们看大书法家启功的字叫瘦金体，谁发明的？宋徽宗发明的，文化很高。一写字他要写玉皇大帝，这不写这玉字有一点吗？他没点利索，笔一抬，这一点错误点到大字上面了，成犬了，变成了王皇犬帝。玉皇大帝一看这个给他上这奏表，怎么王皇犬帝？气坏了，就说王皇可恕，犬帝难饶。你管我叫玉皇王皇无所谓，可是大帝改犬帝，我成狗了，我成二郎神随从了，那能干吗？成我外甥跟班了，他不干。所以你犯下这错，我就要惩罚你。怎么惩罚你呢？我派个人坏你大宋江山，派谁呢？正好赤须龙打碎琉璃盏，得你下界投胎成金兀术，然后带领北国将士把这宋朝天下拿下，把宋徽宗给我抓起来，替我报复他。那其实上天来讲呢，宋朝命不该绝，你这边这么干，佛祖那头知道了，不行，这哪行？正好借着金翅大鹏鸟犯错之功，把他贬下界，成为岳飞岳鹏举，专门用他来制约金兀术。这是佛道的平衡。为啥说岳飞金翅大鹏鸟？姓岳名飞字鹏举，又是飞又是鹏，一个人去，你看这跟金翅大鹏鸟正好合上。所以这大鹏鸟啊是这个龙的克星，就是蛇的克星，它吃蛇，所以这个岳飞就克着金兀术。咱这么看，过去这个评书也好啊，神话传说也好，这里头都有联系，都带着钩的，都老先生编的这东西，咱说挺合理，你听着跟说瞎话似的，一琢磨这里边有道理。还有的别的书跟这相关，《封神演义》
咱们有的朋友看《封神演义》发现呢，《西游记》里不少人，《封神》里就有。你比方说燃灯古佛，过去佛，在《封神演义》里是燃灯道人。文殊广法天尊到《西游记》变文殊菩萨，普贤真人成了普贤菩萨，慈航道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有这种接续的能力，像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就准提古佛、接引古佛。那么这个大鹏鸟在《封神演义》里也有个原型，叫羽翼仙。你听这名羽翼仙啊，带翅膀的。但这个羽翼仙呢，脑袋不好使。姜子牙起兵反商纣王，带领西岐之兵打天下。姜子牙有个师弟叫申公豹，搬弄是非，这时候投了商纣王。这个申公豹呢，就想让这羽翼仙呢打姜子牙。这羽翼仙能耐不小，1000年以上道行。申公豹就说了，你知道吗？姜子牙骂你啊，骂你是翎毛挂角之辈，说丑个怪，不像个样。这羽翼仙也是头脑冲动，听申公豹一说，就以为姜子牙真骂他，我得跟姜子牙干仗，找姜子牙打架。姜子牙手底下兵多将广啊，杨戬、韦护、雷震子、哪吒、金吒、木吒一群人呢。结果这哪吒用乾坤圈，这黄天化用传心钉，把这羽翼仙给打败。这羽翼仙不甘心，他有别的道行，我要水淹西岐，就把你这个西岐的都城啊，大水淹过去，让你变成汪洋大海。姜子牙一看不好啊，赶紧搬北海之水在城上护着。可是姜子牙道行远不如羽翼仙，扛不住了。姜子牙没招，找我老大去吧，找师傅去了。他师傅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呢就用这个神水，三光神水护住西岐城，这才把这个危难解了。这个羽翼仙忙活了一宿，没达成目的，撤吧，哪那么容易跑啊？燃灯道人在后边追他，怎么把他收拾住呢？这羽翼仙脑袋非常不好使，让申公豹骗了，这会儿又让燃灯骗了。他命里有这一劫，燃灯是元始天尊大徒弟，申公豹是关门徒弟，这一头一尾专门收拾他。燃灯道人骗他干嘛呢？把燃灯的108颗珠子给吃了去，吃完了可就消化不了，胀的不行了。燃灯把他收服，这羽翼仙成了燃灯的坐骑。所以这是《封神榜》里头这么写的，就跟这个《西游记》连上了。说到这个转世投胎，咱说他是岳飞，别的小说里还有别的版本，说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金翅大鹏鸟转世，谁呢？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金翅大鹏鸟之谜。好，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说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金翅大鹏鸟转世，谁呢？李元霸。我一说李元霸，很多朋友想起听过隋唐，听过说唐，说李元霸呢乃隋唐第一条好汉，隋唐18条好汉排第一李元霸，第二宇文成都，第三裴元庆，第四熊过海，第五武天锡，第六武云昭，七罗城八杨林九罗毅，这么排下来的。说李元霸能耐相当大，他本来的名字叫什么？叫李玄霸。玄霸什么意思？玄门之霸。玄门是什么？道观。李元霸是出生在老道待的观里头的，所以叫李玄霸。说后来怎么改李元霸了呢？到清朝以后啊，说书人一说李元霸不行了，为什么呢？李玄霸，李玄霸沾个玄字。康熙帝叫什么？爱新觉罗玄烨，你跟皇上名犯冲，犯忌讳，为了避讳，李玄霸改李元霸。说这李元霸在隋唐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叫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的儿子，使奉是刘金党，这个人叫无敌大将军。可是跟李元霸一比，怎么？李元霸一伸小胳膊，宇文成都动不了，撼不动，一扑了胳膊，吧唧，宇文成都就摔出一个跟头。这能耐大的这后来宇文成都就死到李元霸手里，各为其主嘛。他保着自个儿哥哥李世民，你这头是宇文成都、宇文化及是保着隋炀帝杨广的，一交手呢，后来李元霸呀把宇文成都给弄死了，活生生给撕开了，把他给。但这个事儿李元霸闯了大祸，什么大祸呢？这个宇文成都这时候命不该死，还有3年阳寿。怎么叫有3年阳寿呢？这个宇文成都也不是一般人，他上辈子是谁呢？就是当时商纣王座下的文太师文仲。这个文仲呢，忠心耿耿，人不坏，可是保错主子了，保了商纣王。死了之后呢，姜子牙封神，给他封个
叫九原应化雷神普化天尊，说白了就是雷神。他转世再投胎是宇文成都，一算3年阳寿还有呢，李元霸就把他给弄死了。这雷神提前归位了，归位之后说这耽误我3年道行，这哪受了，我得报复你。所以这宇文成都的前世这雷神普化天尊就要报复李元霸。怎么报复呢？这小说里有。李元霸天下第一条好汉，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就怕一样，怕打雷。这外头雷一响，他吓得直哆嗦，找地儿躲着去。就说雷神用这种方式报复李元霸。所以你看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一看，呵，这金翅大鹏鸟啊，在这《西游记》里是妖怪，转世投胎不是岳飞就李元霸，这都是英雄啊。照理说这大鹏鸟呢，性情残忍，脾气暴躁，刚愎自用，转世投胎怎么都是英雄呢？这个说实在的，任何神话传说呀，都和中国古时候人这个生活和认知有关。咱们过去老百姓有动物崇拜，现在也有啊，什么黄仙狐仙，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人类不了解动物，他就容易产生动物崇拜。就动物身上那些能耐，有的人没有，所以人就崇拜动物，他以为动物跟人一样有感情有灵性。你看大鹏鸟出手迅捷，能耐还大，能升天能入地，而且嫉恶如仇的，他就把这个大鹏鸟身上这个好的一面给放大，想象成英雄，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人呢，他的一些朴素的哲学和朴素的生存智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对很多神话传说它的源流就迎刃而解了。电影观众朋友们一定是玩嗨了，为什么呢？你看呢，美人鱼、澳门风云3、三打白骨精3部大片轮番的往上登新高创纪录。那么就在今年春节之前呢，我身边有很多电影迷啊在跟我分析说这3部大片哪个最看好。很多人一致看好美人鱼，往下排呢是澳门风云，因为有周润发、刘德华这些人撑着。最不被看好的是三打白骨精。为什么呢？这理由很充分，就是这些年来有关《西游记》的戏呀，有点被拍烂了。而且像三打白骨这样的老梗、老故事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所以就在春节之前呢，有关三打白骨精的吸引大家眼球的东西，甚至远远还不如呢六小龄童是否能上央视春晚这个话题更吸引人。可是呢，经过春节这个贺岁档之后，我们回过头看三打白骨精，我个人觉得起码不输给美人鱼，那要比那个超级大烂片澳门风云要强得多。有人说，老梁你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三打白骨精？和大家实事求是说，我认为今后啊，谁在拍《西游记》的戏，包括周星驰接下来要和徐克合作一个西游降魔之后不有个出妖吗？合作这个西游出妖篇。那么现在这个三打白骨精就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高峰。为啥呢？这个三打白骨精拍的跟以前所有的西游记的版本都不一样，它有很大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它甚至重新解构了西游记里边的人物关系，包括对降妖除魔有了真正宗教意义上的一种终极解。有的观众朋友说老梁你说这个我不懂，怎么回事？那好，我具体说说这个三打白骨精它的重点突破在哪儿。有两大重点突破，一个是巩俐演这个白骨精的突破，一个是冯绍峰演的唐僧的突破。咱们先说这白骨精。白骨精是西游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妖怪，它的作用是其他妖怪代替不了。你看为啥叫三打白骨精？咱们现在有那么句话经常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好，重要的妖精你也得打3遍，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所以这叫三打白骨精。说白骨精这妖怪重要在哪儿呢？大伙琢磨琢磨，西游记里头的妖怪凡是特别厉害的往往都有后台，要不就是太上老君身边的童儿，
啊，要不就是弥勒佛祖旁边的人，反正都有点来历。而没有来历的妖怪呢，往往就被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那么有来历的妖怪当然厉害，有的时候孙猴都拿不住，他得上西天呢，上这个玉皇大帝那儿去搬救兵去。但是你再厉害的妖怪，充其量是啥呢？把唐僧抓走了，把孙猴打败了，也就厉害到这程度。可白骨精这么一个没后台的妖怪，他做到了什么呢？不仅仅说抓唐僧的问题，我甚至能让你整个取经团队啊，在内部内讧，土崩瓦解，让唐僧跟孙悟空弄得不可开交，遭遇到西天取经过程当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分裂。这是白骨精制造的。那么白骨精靠什么制造呢？靠他的精湛的演技。不光是能力，他的演技非常高。高在哪儿？你看，我们都知道三打白骨精过程当中，白骨精有3次变化，变个小姑娘，变个老太太，变个老头，一家3口。这小姑娘是靠什么呢？年轻漂亮啊，色诱，引诱的猪八戒啊，这个心惊动摇的，试图通过这个接近唐僧。哎，这是用色诱方式，最后被孙猴识破了，把他打死了。那第二个老太太出来了，不再用色诱了，80多岁老太太变成什么了呢？装可怜。哎呀，我女儿被你们打死了，你怎么这么缺德呀？我多可怜呢！给唐僧增加心理负担，也被孙猴打死了。第三个老头出来了，白骨精变化成老头干嘛？这次不装可怜了，道德批判。有你这么当出家人的吗？连伤2命，你把我也打死算了，你这样还取什么经？从道德上否定取经的合法性。色诱、装可怜、道德批判，3大法宝运用的非常娴熟，最后把唐僧弄得要崩溃了，跟孙悟空决裂，你滚回去吧，回花果山吧，再留悟空难取真经。所以白骨精是《西游记》所有妖精里头的第一演技派，演技非常了得，非常重要的妖精，甚至把取经团队都要弄分裂了。那么如此重要的妖精，我们看《西游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给白骨精呢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身世经历。就白骨精光是出现这么一段，那么他从哪儿来啊？最终要到哪儿去了？没有最后的描述。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人物，影视作品要把原著的人物发展，基本上会给他设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个人小传。就比方说孙悟空，我们知道孙悟空神人猴3位一体，他的脾气秉性能耐，《西游记》里和其他作品都给解构了，唯独没有人写过孙悟空的爱情。那好，周星驰站出来了，一部《大话西游》，把孙悟空跟紫霞仙子的爱情写出来了，这等于完整的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履历。那么我们说3打白骨精就把白骨精这个人物给丰富了。他怎么丰富呢？首先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这里边借助老太太的嘴里说，白骨精是怎么来的呢？18岁那年嫁到一个村庄，可是嫁过去当天呢，这村庄着火了，村里人就认为啊，这个媳妇不吉利，得把她弄死，她不死全村人没好。于是这个媳妇成了愚昧的牺牲品，被送到悬崖上活活饿死。这一饿死，怨念太大了，一股怨念变成了巩俐演这白骨夫人。这些凡人就是武器。我是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危害人间的恶魔，往往都有一段曾经被人类深深伤害的历史。这点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头、影视作品里都能找到影子。咱们看周星驰拍的《西游降魔》里边，沙僧和猪八戒，他为什么成了水妖和猪妖？是不？在《西游降魔》里有完整的解释，他们也曾经被人类深深的伤害过，所以这是一种怨念积攒下的报复行为。那么其实这个就非常合理的解释了白骨精他前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在这里边有那么大的怨毒。你看里边所有的体现都感觉他哪怕是云淡风轻，也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恨，一种深深的报复。所以他解决了白骨精从哪儿来，又解决了白骨精到哪儿去的问题。
就是原著里头说一棒打死，魂飞魄散，拉倒了。这里头白骨精是什么呢？被唐僧用牺牲自己性命的办法进行度化，这个度化显得高人一等。就妖魔鬼怪，我不能光消灭你，我最重要的是要消灭这些害人的恶念，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它等于呢，给白骨精呢，在普度众生的意义上一个圆满的归属。所以我说，首先三打白骨精对白骨精这个人物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真没有哪部影视作品如此重视一个妖精。你想，这么一个妖精能让取经团队分裂，他这里头有好多很细致的东西，怎么去挖掘它？三打白骨精做到了。他为什么对白骨精这人物这么挖掘呢？他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他也达到了，就是解决唐僧的问题。唐僧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三打白骨精里边，费翔演那个国王，他指着唐僧鼻子骂，说你有什么本事？你哪个徒弟都比你强，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带头人呢？你就是个窝囊废。其实类似的责骂，我们似曾相识。西游降魔里边，文章演那个唐玄奘，那不就是吗？也被很多驱魔人说你有什么本事，拿个儿歌三百首向我们，就责骂唐僧，意思你手无缚鸡之力个小和尚，你凭什么当取经团队的核心呢？那么以往也曾经有很多人在说这问题，凭啥唐僧是头？凭啥唐僧就念紧箍咒呢？一种阴谋论的解释方式说呢，唐僧呢是如来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转世，像取经这么重要的事儿，佛祖咋也得安排个自己人吧？这是一种阴谋论，他把取经团队的这种意义给完全庸俗化了。那么在这里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唐僧为什么是取经团队的头，而不是本领最大的孙悟空呢？这里边解释，孙悟空火眼金睛看的是真相，唐僧肉眼凡胎看不见真相，但是他眼睛看到的是心相，心里边的东西。这个具体解释是什么呢？孙悟空对付妖魔鬼怪，你是个妖魔鬼怪，好，我就要把你消灭。这种什么方式呢？以暴制暴，用恨来对待恨，用黑暗来压制黑暗，用暴力来制服暴力。那么唐僧看到的心相是什么呢？就你表面上你就是真相，你是个害人的妖魔，但你为什么害人呢？你这种害人的恶念从哪儿来呢？我真正要消灭的是你心里这股恶念。说白了，我不是用暴力制服暴力，我是用爱去化解恨，我是用光明去化解黑暗。其实我跟大家说我心里的话啊，爱和恨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爱要比恨高出好多层次。同样，光明和黑暗不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说光明有亮，黑暗没有亮。光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远远大于黑暗。所以三打白骨精里边，真正从佛学的意义上来讲，把唐僧作为取经团队的核心高于孙悟空的地方给点出来了。以往的任何一部跟西游记有关的作品都没有把唐僧抬高到这个高度，尤其是他跟孙悟空之间这个师徒关系，你怎么去解构？而这部作品里做到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三打白骨精的主角是谁？一个是唐僧，一个是白骨精。孙悟空是这里的配角，他根本就不是主角。所以这部三打白骨精，我认为成功在什么地方啊？其中一个主角白骨精演得太精彩了，巩俐这个气场大得吓人，就是白骨精无论一颦一笑都能看出那种深深的怨恨，那种蓄势待发的报复心理。就虽然白骨精在这里是个妖魔鬼怪，可气场强大的像一个已经上满了弦的哈姆雷特一样，他要复活，他要复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到位。那么他不足之处在哪儿呢？另一个主要人物唐僧并没有丰满起来。冯绍峰演这个唐僧呢，好多地方都能看出《大话西游》里那个 Only You 那个罗家英的影子。就是冯绍峰的演技呢，很难把唐僧最终看到心相之后，舍身普渡那种宝相庄严、悲天悯人演出来，他这个感觉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三打白骨精的缺憾在哪儿呢？唐僧这个角色没有完全丰满起来，而白骨精这角色
几乎撑起了整部电影。有人说那孙悟空呢？孙悟空可以忽略不计，本身就是个配角。再说郭富城演的孙悟空，我是觉得非常呆板，没有什么生动的地方。我说一场戏你就能看出他跟巩俐的比较，这段戏特别到位，就是作为一个白骨精，他的气场强大到哪儿？他找孙悟空底下密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说你看齐天大圣逍遥自在，为啥让个小和尚能耐让你差那么多，念紧箍咒天天管你呢？你呀，别跟我纠缠，你让我把它吃了，我也得好处，你也自由了，何苦呢？是吧？而且最后白骨精有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和我都是妖。那么这幕戏里边，你看巩俐演的白骨精，那个眼神，那个魅惑，那个诱惑，包括最后果断决绝时候那种强大气场发出来的力量，你再看郭富城演的孙悟空，4个字：呆头呆脑。这就是演技上的差距。所以我说这部戏的成功，首先一个是编剧导演在理念上解构了《西游记》里头的人物，重新树立了一种佛学意义上的解读，这是第一个成功。那么巩俐在这里头最突出的表现是呢，白骨精应该恐怖张牙舞爪，但是她这里边演的这个白骨女王、白骨夫人气定神闲，你看起来就是地道的女王范儿，是一种冷艳版的高冷版的埃及艳后，不着痕迹。假如说他就把白骨精表面演成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意思了那都。其实这一点从巩俐出道开始他就知道，主角的复杂性决定了一部电影的高与低。如果我们看一部电影，这主角脸谱化，他就这样，就这么个人，这电影没意思了，主角被你一眼看到底了。我们过去看很多有关于这个战争的片子，都是好人坏人脸谱化，所以你看完你不觉得这片子有什么深度。只有这个主角呢，他不是你一眼就能看穿的，这个片子才有意义。当年巩俐在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善于演这种内心世界很复杂的主角。咱们大伙都知道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很多人还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最后选谁演《红高粱》里边这九儿呢？选来选去呢，2个备选，一个是来自中戏这巩俐，再一个是史可。说你当时按照外形看呢，史可有优势，为啥？史可当时人很丰满，很漂亮，厚嘴唇也挺性感。按照原著《红高粱》那个作者莫言，他解释呢，这个九儿呢是一个水分充足、含苞待放的带刺儿的玫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史可更接近九儿，而巩俐当时呢显得很单纯、很清纯，一个瘦瘦的大学生模样，跟那种充满着叛逆感的活泼的生命力的九儿呢形象有个反差。可是最终张艺谋为什么定巩俐呢？很多人说俩人掷硬币，其实那是无稽之谈。真正决定作用是张艺谋的认知。有人说对，那张艺谋跟巩俐还好过呢。对不起，那是拍戏以后的事儿，拍戏之前还没这个呢。张艺谋当时怎么认为的呢？说九儿这个人物啊，他充满着一种倔强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一眼看这个人就是个活分人，那这个东西就浮在纸，就没多大意义。我们要的是他内心迸发出来那种活力，那种生命力。最后和教父于占鳌2个人也和，然后后来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戏。我说这个人是骨子里的东西在往外冒，如果就浮在表面上没意思了，如果反差大点，骨子里东西出来，这才能打动人。其实张艺谋这个论断非常精辟，就是一部电影的主角如果被一眼看透了，观众一看就这样，就没意思了。所以主角越复杂，反差越大，反而这个电影琢磨头越重。而配角不是，配角呢脸谱化一点还倒好办。为什么呢？观众看着没负担。你要主角复杂，配角复杂，这戏不成猜谜了吗？再一个，配角不复杂，可以有效的推进情节，让情节加速减慢，这在导演控制定。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天下无贼》里边刘德华演的是个贼，王宝强演的是个受害者，一个农民工。
你看刘德华在这里贼是个坏人，但是他就不是脸谱化的。刘德华这形象演正面人物，英俊小生，所以只有通过这你一眼看不透，这既像贼又不像贼，所以最后刘德华为保护王宝强牺牲了，才显得格外震撼。所以这个主角他一定要复杂起来，而王宝强呢是个配角，他不需要这个，脸上挂相就行。我就是一个有点发傻的，没见过世面的，你怎么骗怎么是的。哎，把傻根这个人物演得越表面化，情节推动越快。所以这是主配角之间的关系。我再举个例子，你就可能更清楚。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边，那个张柏芝演的柳飘飘，那是个风尘女子，夜总会的这个歌女。如果你按风尘女子标准选，那就没意思了。周星驰为什么选刚出道的张柏芝？张柏芝再说骨子里有那个倔强的劲儿，也有那清纯的劲儿，反差越大，这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出东西越丰富。一开始他随便陪这个尹天仇睡觉，到之后尹天仇我养你啊，把他感动的稀里哗啦，哭得梨花带雨的那一幕，很多人看了都哭。为什么？这时候人物的反差出来了，张力一下出来了，这是电影真正魅力所在。所以我说巩俐从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习惯于演这种和内心世界外表之间反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戏，使巩俐自身演戏的风格变得张力十足，气场非常强大。所以我说巩俐这里边戏好，和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能把握主角变化非常大的内心世界，把握主角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再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这里边巩俐可以做到了装傻就像啥。你比方他里头演那个81岁的老太太，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是谁演的呢？那根本看不出是巩俐演的，为啥化妆化的反差太大了？就是巩俐她以现在50出头的年龄，能把那老太太那个老糗劲、眼神、动作都能抓像，这是非常困难。为啥呢？这个东西来自什么？她平常下功夫。我说到这儿呢，就挺感慨。当年巩俐演戏那个时代，就80年代时候，很多演员都知道一个词儿叫体验生活，就是我要演个农民，我就到农村待几个月；我演个士兵，我就到部队待着。现在谁能拿出这功夫？一个抢钱的时代，这演员挣钱还来不及，谁有这功夫去体验生活？但那个时代就能做到。为什么我们说那个时代过来的很多演员，他基本功很扎实，他是从生活当中走出来的。咱们还说巩俐当年演的秋菊打官司，很多朋友还记着，很多人一看巩俐是看脸似的呀，这怎么反差这么大呢？那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啊，那个形象啊。巩俐怎么做到的？在陕西农村待了3月，体验生活。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张艺谋当时拍秋菊打官司用了大量的素人演员，说白了就群众演员。这用群众演员呢是个双刃剑。你看呢，一群人都会演戏，专业演员里边搁一个素人，那他肯定傻了吧唧，一下就突出出来。可是如果一群都是素人，都是群众演员，里头有一个专业演员，这专业演员比谁都傻。为啥？就你显得会演戏，剩人都不会。所以张艺谋对这个把握是很准的，就像他后来拍一个也不能少，里边那些小孩全是农村找来的。本来开始主角定一个专业演员，后来张艺谋一想不行，干脆主角就找13岁的魏敏芝，也没演过戏，所以这个戏拍的毫无违和感，你感觉很和谐画面。如果有一个专业演员，你别扭死了。而且作为专业演员，他也知道他不能就我一个专业演员，身边都是普通人，都是群众，他不会演这戏。为啥？太别扭，一下把他显得特别傻。那么秋菊打官司里头呢，专业演员很少，巩俐算一个，当时刘佩琦算一个。那么巩俐为了能够演好这么一个农村妇女，就真跑到陕西农村待了3月，一切都跟农村妇女一样了。这3个月之后，所以这他在那么多素人演员当中，他才显得丝丝入扣，和整个大背景和谐，非常非常准。所以我说那时候演员能下这么大力气在这上琢磨，现在演员有几个能做到的？你看咱们说演这个跟自己年龄反差大的，这白骨精这是一个，还有14年那个归来那电影，他演那个得了失忆症的
那老女人战士也挺好。冯婉瑜啊，想自己的丈夫陆彦实，可陆彦实回来了，他认不出来了，忘了。那么为了演好这个失忆症啊，后来是陈道明跟我说巩俐啊，花了1个多月时间，专门和失忆症的妇女打交道，近距离观察和她聊，看失忆症是什么感觉，它分成多少个层次，就完全想不起来了。能想起一点吧，有点困惑。能想起大半了之后呢，是有些痛苦。等彻底想不起来，云淡风轻，没事人似的。这些层次感都是通过1个多月和失忆症妇女接触得来的。所以这个层次感使冯婉瑜这个角色立得非常扎实。我特别想说那么一段戏，就是陆彦实在楼上通过弹钢琴想唤起冯婉瑜的回忆。这时候冯婉瑜呢从楼下往上走，听到钢琴声了，好像又回到了当初跟陆彦实两情相悦的时代，然后充满着喜悦，一点点接近，一直到看到陆彦实的背影，看到他在弹琴。这时候陆彦实站起来回身，以为两人就要幸福的相认了，突然间记忆到这儿断了，冯婉瑜又不认识他。这个过程，人物内心世界外表的反应，可以说对演员的考验非常大。我们要重温这段戏，你看看，那不光是陈道明演的精彩，你看看巩俐演的冯婉瑜相当到位。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呀？就是靠演员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我是觉得一个演员呢，从没有名气那时候开始，到有了名气，什么都有，最终再到演技达到画境，他其实是走过一个圈。起点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要努力，他努力进人物，我们说体验生活下多大功都正常。后来一点点名利都有了，用不着那么费劲了，觉得演技也成熟了，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脱离这个。但是当他到了名利，已经认为我已经这些都不缺了，我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时候，他如果还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他会往回走。怎么往回走呢？开始一点点往回捡人物的感觉。我接一个角色，我就一定扎扎实实把它负责好，我还会像当初我开始演戏的时候一样，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我要花功夫，我要让每一个形象成为经典，对得起爱我的观众。所以我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经历的过程都是1、2、3、4、5、6、7、8、9、10，然后到顶之后，他想维持住或者有更高的追求，他会19、8、7、5、6、3、2、1，往回再走到这个1。我们有句臭了大街的话叫不忘初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你当初是怎么做的，可能转一圈之后也还会回去。每个人要想真正达到人生的一个巅峰，恐怕都要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就跟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是一个道理。你开始想怎么做，那么一步一步接近雷音寺了，你要成功了，你不应该改掉你当初的东西。包括沿途上遇到女儿国了，遇到什么诸子国了，有一些大富大贵要来临的时候，诱惑你脱离取经团队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忘当初你从长安城走出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思。所以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也是一个从1、2、3、4、5、6、7、8、9、10到19、8、7、6、5、4、3、2、1的过程。所以用传统评书《西游记》里头定场诗来说，非常精彩。什么叫19、8、7、6、5、4、3、2、1？那就是君山10万载，佛坐9莲台，猪八戒7情6欲难割舍，孙行者5行山下苦难挨。最难得师徒4人，秉却了3心2意，一路